Hello，大家好，这节课呢，咱们来继续学习涂鸦课程。就画这小涂鸦啊。咱们这节课呢，要带着大家去做一些基础图形的变形，好不好？看看怎么让这些小基础的图形能画出这种艺术感、平面感，对吧？那么大家就选取家里比较粗的这种黑色的勾线笔啊，越粗越好啊，尽量的粗一点。来，我们开始喽。好，那么先给大家去介绍到我们基础的图形。其实画这些涂鸦作品的时候用的图形都很简单，对吧？但是呢，给它加入了一个艺术的处理，它就不一样了。比如说，我们以一个比较简单的图形爱心为例，我就先来画一个小爱心。对吧？大家都知道这个爱心的形状是这个样子的。那我们在画涂鸦作品的时候，可以去给它做一个变形啊。首先比较基础的就是咱们可以去给这个爱心里面加上表情，对吧？你看这个眼睛左边一点，右边一点，嘴巴一画就是加一个表情。那么在画的时候大家根据自己笔的粗细可以去调整到大小。比如说你是用这个黑色的马克笔去画，那么你的马克笔可能没有我这个记号笔这么粗，对吧？那我就要求大家画的时候可以稍微的小一点，看到没有？给大家示范到不同笔的用法稍微小一点，因为你会发现你的笔很大的话很不太粗的话，画的很大它就会感觉很单薄，没有这个艺术气息那么足，对吧？这点稍微注意如果你的笔细一点，你就画的小一点，尽量不要画成这种很空的感觉好，来，咱们呢这个表情可以加上不同的表情试一试。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试一试，因为我们这节课是在学这个变形，对吧？所以你可以自己去尝试。嘴巴这个样子的，大家平时想到的什么样的方法都可以去试着。这个还可以，眼睛是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嘴巴这边没有位置怎么办？不画，对吧？或者呢，你给它点一个点就可以了就是加上表情的样子。那这个表情呢，可以随手去加，怎么加都 OK。来，那么给它加上表情是其中一种方法，还有没有其他玩法呢？当然有你比如说这个小爱心呢，可不可以翻过来呢？可以，看到没有？翻过来，它又是另外一个造型那你说老师，我让它往边上，往一边转，是不是也可以呢？当然可以。好两个眼睛在这里，对吧？我这个爱心是往这边的，或者是往这边去转这个还是往这边去转的，方向没画对。OK， 那我们就将错就错画画的时候没有严格的对和错学会将错就错。我就画到右边了，那我就按右边去画了，对吧？我用的这个纸是普通的 A4 的打印纸，所以比较的薄它一定会透纸，而且呢会有一点阴没关系。大家就是练习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把这个形状找对就行了。然后我们正式开画的时候，去选一张厚一点的纸来。接着呢咱们这个小爱心呢，还可以去给它加上腿和脚，对吧？你看，还是这个图形，加腿和脚，那它的脚可以是这个样子的，单线的脚然后单线的小胳膊，看到没有或者变成双线的也 OK。什么是双线的？看老师来画了把上面的表情可以加上去换一换。这个脚呢可以很大，看到没有？腿和脚连过来，
这样也可以，对吧？或者我们去给它加上一个手臂，不加脚，加手臂可以吗？可以，多去试啊。好，手臂，哎，这边合上啊，因为我要给你干什么？比一个心，对吧？又是一个心就出现了啊，这个可以给它画清楚一点。好 ，OK， 加手加脚啊，手和脚都能加啊，然后反过来呢也一样，哎，看到没有？反过来，叮叮，然后这个脚呢可以像这个啊，单线结合大大的脚。是吧 ？OK 的，没关系啊，没问题啊。然后你比如说，那手也可以用这样啦。当然的，哎，手是胳膊是单线，但我们这个手呢变成圆圈，是不是也可以？对吧？这也是一种变形啊，加手加脚，怎么加都可以。来。那咱们接着继续，还能做其他的变化吗？当然啊，你看这个小爱心，它现在上面是一道纹儿，对吧？那我给它的图形呢，再加一点难度，比如说我在上面变成1道、2道、3道纹儿，哎，是不是也可以？就是这个基础的小爱心啊，能做出这么多变化来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加一个眼睛就很诙谐了啊！我们平时画画的时候是这样啊，包括我们画这个涂鸦作品的时候，它其实没有一个就是严格的标准，你必须要画成什么样子，对吧？所以大家可以大胆的加入自己的想象啊。你比如说，老师，我觉得这个爱心里面啊，这个里面眼睛的部分，我想让它变成这种圆圈，或者是方形的啊，都可以。没问题，大胆去试啊！然后这边再去给它加上这个，哎，触角行不行啊？不一定是2个角，可以是3个角，对吧？啊，可以是4个角。哎，你看我就画了3个角，就出来了一个造型，是不是？非常有意思啊！多去尝试啊！你看，横着也行，竖着也行，加变化也行，就怎么着啊都可以，只要你的变化做的足够的多，对吧 ？OK 的。或者你说老师我不想加表情行不行？可以呀，不想加表情，你加一些小的装饰纹理啊，对吧？没问题。你看，比如说这个图形啊，我画到这里，老师我不想加这个啊表情，可以呀里面加一根装饰线啊就可以了啊。除非你画的非常的小啊，里面就加不下东西了，否则呢给它里面加点一点小元素，你的画会更好看，好不好？哎，对，我要挪一挪，差点都出画了。好的，那么这是咱们爱心的一个小变形啊。同样，这个爱心呢也可以画成立体的。这一部分呢，可能这个立体的感觉不是所有同学都能理解啊。那我画出来啊，你能理解你就画。比如说它有一个厚度，看到没有？像我平时看到那个小蛋糕一样啊，它有一个厚度啊，或者呢，还有一个叫遮挡的啊，如果你会画也可以，对吧？爱心跟爱心套在一起，然后呢，别忘了给他们加一些特别的东西啊，否则它的艺术感就没有那么足了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就是不能让它太普通啊，要让它特别一点。好。这是咱们爱心的变形啊，那同样，其他的基础图形都可以来做变形。咱们接着来试一下，好吧？我把纸往这边拉啊，我们接着这节课呢，咱们不要强求自己去完成漂亮的作品，不重要，跟着老师就是去学一学这些基础的一个小变化啊，很有意思。接着呢，比如说这个 Mr. Doodle 的画作当中还很喜欢用到这个水滴的形状，看到没有？水滴的形状啊，因为它本身绘画的
主题呢以自然元素、生活元素啊，生活的主题居多。所以说，本身太阳呀、花朵呀、水滴呀、爱心呀，这都属于我们生活中很常见的一些图形啊。就是这些简单的图形就可以组成艺术家的作品，对吧？啊，因为加入自己的想象啦，同学们。你比如说这个啊，水滴这个样子的，加上表情，或者我不加上表情，里面是2点的装饰，或者是1点的装饰，都可以。对吧？不一定要画表情啊，我有个小装饰。那你说老师，我里面画一个小加号行不行？行，只要你觉得好看，对吧？没问题。好，同样这个水滴呢，啊，可以去加上手和脚，单线脚。你看这个眼睛的位置还可以变换啊，双线脚，看到没有啊？双线脚，或者呢，你让它的单线脚可以有点动作，对吧？还可以去给它加上胳膊，它同样也可以反过来哟，反过来也是 OK 的。你看大家随心所欲啊，想画到哪里我就画哪里。这个手呢，可以过来是一个圈圈，我要打拳击的感觉，对吧？看啊，非常简单。好。就是这个样子啊，然后这个水滴呢，横着、竖着、斜着啊，都能去画啊，像刚才这个一样啊，可以去多多的去加一些变化啊。来，接着我们继续，我尽量呢想在这个课堂当中带着大家去多变几个啊，多变几个。我再拿一张白纸。大家画画的时候，下面比如说这个，会透，对吧？你就让这张纸呢，永远待在你要画的这幅画下面啊，就让它待在下面，它就是用来专用吸颜色纸，这就是它的一个任务。好，来啊，咱们接着继续去做一些变形啊，比如说稍微复杂一点的来啦，云朵，其实也没有很复杂，对吧？这是基础的云朵，那你就是直接去加上表情就可以，对吧？或者我们这个云朵呢，去改变一下形状。你看画的时候一定要慢啊，同学们，你看啊，我就画的很慢，大家可以比我再慢一点。小手，对吧？云朵，这云朵呢，你说老师，我的云朵可不可以加上翅膀？加上这个翅膀或者小脚，可以呀，没问题呀。你看，加一个翅膀。对吧？啊，你想的翅膀是什么样子的，都可以去加一个翅膀啊，或者我的小云朵呢，加上一个角，可以的，试一下啊。加上一个角，这个角呢，这样子的，行不行？像小雨滴一样的角。里面这个小细节啊，可以画，但是不能让它糊到一起。什么叫糊到一起？就是我的圈是这样的，然后我这个地方反正就是在里面很乱啊，不要。就是你看里面，你画这个圈很小，里面没位置的时候，教你一招啊，把你的笔立起来啊，轻轻去点一下，快速离开啊就行了。尽量让它们的边缘啊，
就是真正需要连接的时候是连接上的啊，那不需要连接的时候能感受到它们是分离的就可以了啊，就是把这个画面画干净。好 ，OK。看这些小云朵的变形都有了啊，这些基础的小形状呢啊，你不管说是圆形啊、方形呀、三角形呀，基础的小图形都是一样变形的道理啊。那这些基础的图形呢比较简单，接下来我想要给大家讲到的是啊，我们画面当中如何去做一些具象物体的变形。什么叫具象物体的变形呢？比如说啊，我打一个比方啊，咱们这个画面里面呢，我可能想去画这样一支笔，对吧？我就拿这样的一支笔举例啊。那我这一支笔呢，我想画到这个涂鸦作品当中，我会怎么去画啊？首先我去给它做一个变形啊，比如说这个笔帽，哎，这边有一个什么啊？有一个这样的这个小夹子，对吧？然后中间的这个地方呢，我可以去给它加一个表情啊，让它变得更不一样。然后这个身体呢，哎，我们再给它连过来啊，不需要那么长啊，当然你可以再长一点，再短一点，再长一点都可以啊，但是不用按照它的比例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不用按照它的比例，然后你可以去给它加，哎，比如说我们加一些胳膊，这个胳膊呢，可以这个。连这个小拳头你都加上啊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一种变形啊。或者呢，我们换个想法，换个想法，哎，这是它的一个眼睛，然后这是这支笔帽啊，然后呢底下还是它这个夹子，把它的特点画出来。然后这边是它的身体，然后它可以有腿吧？可以。腿和脚，看到没有？脚可以是三角形的，没问题啊。这就是它的图形啊，这都是它的图形。然后你可以在这儿，哎，你想要加一个小刻度，对吧？都可以啊，不同的变形。好，这是我们的小笔啊。那大家就是画的时候没有想法的时候啊，其实也可以身边的，你比如这个小橡皮啊，以这个小橡皮为举例。你看这个橡皮已经被我用的，哎，我又有点出画，sorry 啊，这个小橡皮已经被我用的完全的就形状都变了，对吧？形状都变了，那我就以它为联想吧。这个地方呢，我可以加两个大大的眼睛。然后嘴巴这边，你看这边有点尖，对吧？你把它尖尖嘴巴画出来，啊，它是一个嘴巴。然后这边呢，我觉得它反正像一个什么小鳄鱼之类的啊，对不对？噔噔噔噔噔，可以吧？就挺像它这个形状的。然后你看这边可以去给它加一些线啊，让它的内部更丰富一点，对吧？那用这个图形来做变化啊。那我比如说给它竖起来，也可以去做变化啊，竖起来。竖起来的话，我觉得，可以这个样子。哎，它是这样一个形状啊。然后这个地方呢有眼睛，然后这个地方是它的脖子，就是像一个人的脑袋，对吧？然后我再去给它加一点啊，脑补一点头发，可以吧？这是我手边的东西啊，你手边有其他东西都可以用。咱们再来，再继续，这个小橡皮就，反正就横着竖着啊，你都可以去抄它的形状啊。然后咱们可以换换吧，再换一下啊，换一下什么呢？换个小剪刀好不好？我手边有一个这样的小剪刀啊，就是因为你手边可能文具比较多，咱们就用这个文具来啊。你看这小剪刀，小剪刀有一个什么？你看有一个叉，对吧？你画它的特点啊，不要跟它画的一模一样。然后每个叉这边呢，我连一个眼睛，行不行？行哎啊。然后这边这个身体，反正我也不知道它怎么连接，我就让它这么着地啊，这么低。
然后呢，这个角这个地方，看到没有？哎，是不是这个小剪刀就出来了？那我们给它转一转方向啊，这剪刀，这剪刀这个眼睛，你看，其实它这种眼睛就很好用啊，圆圈里面画个一个长条儿，嘴巴，对吧？啊，然后这是我们的身体啊，身体的话，我可以去给它做一个变形。好啊，这是一半儿。好，这边也不用全给它圈画出来啊，你也可以不画出来。然后这样做一个尾巴之后啊，我想一想啊，下一个怎么做？下一个的话，我可能会让它有一个大小的变化，看变化就越多越好。大小可以去变化，形状可以去变化，诶，这样我就可以以我的剪刀去做一个变化，对吧？这些都可以随机玩啊，都可以随机玩，怎么玩都 OK。那笔呀，你的纸巾盒啊，你手边的小杯子，你再看一看你们周围有没有什么插线板呀，对吧？然后反正任何的生活物品吧，都可以尝试去做这样的变形啊，越变越熟练，就很简单，就很简单。好，OK，那咱们今天这节课啊，就带着大家做变形做到这里啦，好不好啊？大家在画的时候啊，多多的去应用这些方法啊。那么如果啊，你对这个变形呢很感兴趣，可以把自己家里现在你手边的任何的物体啊，都变一变试一试啊，都变一变试一试，加上表情，加上手脚的变化啊，手脚可以单独加啊，不需要就手脚同时加，也可以单独加，也可以分开。然后包括头发呀、眼睛上面去做变化啊，做完变化试一试，好吧？OK，来，那咱们今天这节课就到这里喽啊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